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人生关键点上的重大决策会影响我们的命运。但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在背后支撑我们做出这些选择的呢？为什么起点差不多的人，成就差异能那么大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会告诉我们，决定这些的是思考的质量。Clear Thinking 这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的情报专家 Shane Parrish。 他认为真正影响我们成功的不仅仅是那些大的人生节点，更是那些我们平常甚至没有意识到的选择时刻。Parrish 的经历很特别，他以前是高级情报人员，决策风险很高，需要高质量的思考，容不得半点差错。离开情报界之后呢，他开了一个博客叫做 Farnam Street， 在华尔街精英群体里特别火。现在呢，他专门给企业高管做培训，教他们怎样优化决策。在这本书里呢，他把他自己还有他交流过的几百个行业领导者的思考模型和决策方法都写进去了。只有学会清晰的思考，你才能规避人性的弱点，提高决策的质量，为你的未来占据有利的位置。接下来我为大家拆解这本书，希望大家走出思考的瓶颈，走向高质量的思考人生。1. 摆脱生物本能。人类总是自夸是理性的动物，但是真正能做到的非常少，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脑子早就被生物本能劫持了。不经思考的行为可能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想要摆脱平庸，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克服生物本能，也就是人性弱点。Parrish 归纳了4种本能，分别是情绪本能、自负本能、合群本能、惯性本能。我们先来说第一点 The emotional default 情绪本能。当有人批评我们的工作和看法时，我们会本能的进行防御；当有人挑战我们的信仰时，我们就听不下去了，转而攻击对方；当有人挑战我们的地位时，我们就会下意识的争夺地位。比方说有些司机看到别人超车了，就会暴怒，酿成事故。你看这些都是情绪本能，它经常会把你所有的努力归零。第二个呢，就是 the ego default 自负本能。我们容易高估自身的能力，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坏事儿怎么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呢？这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而且自负会让人急于向他人证明自己都是对的，这就变成了一场自尊心的较量，却牺牲了事情的结果。美国的将军 Benedict Arnold 就栽在了自负上。他在独立战争时期可是大英雄，战功赫赫，但他这个人性格特别傲慢，经常羞辱同事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还挪用国会的钱过很奢侈的日子。所以呢，尽管他战功不少，但也没有得到赏识和升职。看到年轻的军官被提拔，他就觉得自己被排挤了。1780年，他极度不满，就和英国间谍秘密联络，策划背叛他的国家，把西点要塞这个战略要地给卖了。计划暴露后呢，他逃到了英国，英国人也瞧不上他，觉得他是个机会主义者。最后他的名字就跟叛徒划上了等号，一辈子在孤独失意中收场。这或许就是自负的代价。第三个是 the social default 合群本能。在远古时期，这种本能有助于我们获得族群的保护，活下来。但是 Parrish 警告说，别人都这么做，不代表这么做一定就更好。如果你和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样，那就只能陷入恶性竞争。假设有一群人在挖沟，都用手来挖土，每小时只能搬运一点点泥土。这个时候有2个人决定去休息1个星期，去想一想有没有更快的方法。但是在同伴眼中，这2人简直疯了，活儿都干不完了，你还想偷懒？但是几天之后，这2人发明出了铁锹，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所以想要摆脱平庸，就要差异化。Parrish 在书里写道， Once you realize you've been doing what everyone else is doing, and only because they are already doing it, it's time to try something new. 第4 The inertia default 惯性本能。我们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哪怕变化有好处也会抗拒，因为维持现状不需要任何努力，它很舒服，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而且我们固执己见的时候会对相悖的新信息视而不见，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这种思维惯性就像温水煮青蛙，让我们失去成长的机会。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汽车、电视、飞机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嗤之以鼻，结果回来一看，哎呀，错过风口了，自己都跟不上时代了。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些人性的弱点，那你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那么该如何战胜这些弱点呢？靠意志力吗？当然不是。Parrish 认为意志力是非常不稳定的，每天用2下子就用光了。我们要做的是把优秀的思考变成潜意识里的习惯，就像真正自律的人无需自我控制，好习惯就是他的自动挡。2. 打造强者思维。想要战胜人性的弱点，你就需要培养这4个强者思维： self-accountability, self-knowledge, self-control, self-confidence。 先说一说 self-accountability， 自我问责。人要对自己的能力、不足和行为负责。自我问责的人不需要外界奖励驱动，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失意就产生受害者心理，责怪他人、环境和命运。Parrish 强调，我们的人生结果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Parrish 小时候的一次经历就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次 Parrish 放学和同学们一起回家，同学们捉弄霸凌另外一位同学， Parrish 没有制止，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爸爸正好开车来接他，看到了这一幕，问他为什么不阻止呢？ Parrish 说，大家都这么做，我也没办法呀。他爸严肃地说，你不是没有选择，你选择了不阻止。别人都做某件事，不代表你不能做出不同的选择，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 Parrish 的心里，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时候我们都有力量做出正确的选择。Parrish 写道 ，When you constantly blame circumstances, the environment, or other people, you are effectively claiming that you had a little ability to affect the outcome. But that's not what actually happened. The truth is that we make repeated choices in life that become habits. Those habits determine our past, and those paths determine our outcomes. When we explain away those unwanted outcomes, we absolve ourselves of any responsibility for producing them.Parrish 强调，强者思维就是无论环境有多不好，手上的牌有多烂，都为自己的行动负责，把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做到最好。第2个思维呢，就是 self-knowledge， 自我认知。人要有自知之明，不光了解自己的长处，也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儿。Parrish 拿他做投资的朋友为例，有一次他和一位房地产投资者聚会，饭桌上有位客人向这个投资者提出了一个商业想法，希望他投资，听起来很专业，振奋人心，但是投资者当场拒绝。饭桌上的人就问呢，这么棒的想法，你为什么拒绝呢？他说，我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我宁可专注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哎，你有没有觉得这和巴菲特很像呢？不了解的行业，巴菲特是坚决不投资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巴菲特能够穿越这么多经济周期，实现财富的稳健增长。巴菲特还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个人能力圈。不管是投资还是做事，要清楚自己能力的边界，这样才不会栽大跟头。第3个思维是 self-control， 自我控制。我们要有控制自己的恐惧、欲望和情绪的能力。我们不能跟着动物本能走，得把情绪和自我分开来，回归理性。保持自律可比一时的冲动重要得多。Inspiration and excitement might get you going, but persistence and routine are what keep you going until you reach your goals. Anyone can maintain excitement for a few minutes, but the longer a project takes, the fewer the people who can maintain their excitement for it. The most successful people have the self-control to keep going anyway. 第4个思维是自信 self-confidence，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它是独立思考的前提，它能让你在面对社会压力、自负、惯性和情绪本能的时候做出艰难的决策。自信不等于自负哦，真正自信的人不害怕承认自己的弱点，能向某些方面比自己强的人请教，也不会强行证明自己是对的。Parrish 分享了一个找他咨询的高管的故事。这位高管在和同事竞争 CEO 接班人的位置，他俩都提出了战略，但是呢，他发现对手的战略比他更有优势，于是就很纠结，到底应该强行证明自己的策略是对的，还是应该支持对手的策略。最后呢，他选择了支持对手。正是因为这样，他被董事会选为了 CEO， 因为他没有为了虚荣心证明自己对，而是真的为企业好。这是一种高级的自信。学会了这4个强者思维之后呢，你就得多练习，让这些思维成为你的自动挡模式。
3. 设立高标准，摆脱平庸。要想出类拔萃，就要设立高标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和身边的人一样，做着和周围的人一样的事情，那只会拿到平均的结果。 Parrish 写道， If you do what everyone else does, you can expect the same results that everyone else gets. 怎么样变得优秀呢？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和大师共事。 Working with a master firsthand is the best education. It's the surest way of raising the bar. Their excellence demands your excellence, but most of us aren't lucky enough to have that opportunity.Still, not all is lost. If you don't have the chance to work with a master directly, you can still surround yourself with people who have higher standards by reading about them and their work. 选择优秀的人生导师太重要了。如果他们身上有你想学的技能、特质、品格，就把他们纳入你的私人董事会。即便这些人不在你的直接朋友圈内，你也能够借助互联网收听他们的采访，学习他们的思想。这些优秀的人可以传授你隐性的知识和方法，而这些知识方法可能需要你一生的时间才能自己摸索出来。所以见贤思齐是出类拔萃的最短捷径。4. 高质量决策流程。想要决策质量高，你就需要做好以下步骤：定义问题，探索解决方案，评估选项，做判断，执行最佳选择。第一步，定义问题。学校和企业经常告诉我们，解决问题最重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的解决问题，却发现一开始问题就定义错了，白忙活了一场。所以 Parrish 强调，提出正确的问题才是关键。Parrish 举了一个动物收容所的例子，收容所的狗狗太多了，实在挤不下了。每年超过300万只狗狗进入收容所，但是只有140万只能够被领养走。收容所一开始觉得问题是领养的力度不够，于是大力搞宣传，鼓励大家多多领养。可是领养的速度赶不上弃养的速度，收容所还是爆满。这个时候，负责人意识到之前的问题定义错了。要是人们一开始就不抛弃狗狗，问题不就从源头上解决了吗？于是呢，他们给狗主人提供免费的狂犬疫苗和狗粮，因为这样做比收留狗狗的成本更低。这一招真有效。原本打算丢掉狗狗的人当中，75%选择了不抛弃，那么收容所就宽敞了起来。所以要解决问题，首先你得找准问题的根本所在。第二步，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Parrish 认为最高级的解决方案不是等问题出现了才去解决，而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就要预想到最坏的结果，最好是让它别发生。万一发生了，你要有应对的方案。这时候呢，你还要多想一步，问问你自己，这个选项是不是和你的长期目标符合？不要光想着当下，还要看到你的一生。书里写道，Our future self often wants us to make different choices than our today self wants to make. While today you cares about winning the present moment, future you cares about winning the generation. 问题出现的时候要给自己至少3个选项，督促自己多想办法，避免让自己陷入绝境。当你不得不面临2选1的时候，想办法把2个选项结合一下。有时候鱼和熊掌兼得。当 Isadora Sharp 创立4季酒店的时候，他看到市场上有2种常见的经营模式，一种是小型酒店，设施有限，但是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另一种是大型酒店，设施齐全，但是服务不太个性化。Sharp 干脆把这2种模式的优势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填补了市场的空白。除此之外，你还得考虑机会成本。比如当年卡耐基运营火车的时候，发生了一场火车事故，车厢被撞坏了，到底选择维修呢，还是就地处理呢？他算了一下，要是维修就得停运几天，这损失比采购新的车厢的成本还要高，所以干脆就地焚烧了。当你把以上这几点想明白了，你就有了一些潜在的选项。第3步，评估选项。你一定要想清楚，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没有清晰的个人偏好、个人标准，就没有办法评估选项的好坏。这就好像一家企业，如果管理者不想清楚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那员工根本不知道老板想要什么，那么企业就失去了方向，没办法开展业务。除了标准清晰，你还要获取准确的信息，因为信息的质量决定了你的思考和决策的质量。你的身体需要营养，你的头脑也一样。书里写道 ，Information is food for the mind. What you put in today shapes your solutions tomorrow.
And just as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food that goes into your mouth,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information that goes into your mind. You can't be healthy if you feed yourself junk food every day, and you can't make good decisions if you are consuming low-quality information. Higher quality inputs lead to higher quality outputs. 所以大家如果要获得有营养的知识，多多看我的频道哦，会让你的脑袋壮壮的。Parrish 提出了获取优质信息的2个原则，一个是 The High Fidelity Principle 高保真原则，信息呢要尽量接近源头，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给过滤了。厉害的思考者通过亲身体验或者研究典范来得到源头信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每次讲解英文原版书之前，都会一页一页的读透，写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读书笔记，把书里每一章的核心观点、论证框架系统的保留下来，让大家尽可能的接近优质信息的源头。另一个原则呢是 The High Expertise Principle 高专业原则，要找真正懂行的专家请教，要是他们刚刚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呢，就可以向他们讨教一手经验了。Parrish 建议找专家之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清楚地了解你自己的问题和需求，最好付费咨询，这样既尊重专家的时间，也能督促自己做好功课。第4步，行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呢？这得看这个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否可逆。要是这个决定没有多大后果，而且反悔的成本也很低，那就趁早做决定。就像你买件衣服，上身不合适，退了就完事儿了。反过来，如果这个决定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而且反悔的成本很高，那就尽量晚一点再做决定。这就好比生孩子，孩子生出来了就塞不回去了，这事儿可没法反悔。所以对于这种事情呢，你得多花时间，好好想明白再做决定。不过呢，高风险的决策老是拖着也不行，啥时候该做决定呢？你得看看信息的边际效益是不是开始减少了。信息收集到一定程度，你错过机会的成本会比你收集更多信息的成本还要高。当你彻底了解了选项的利弊，没啥新东西可学了，就可以行动了。第5步，设置安全边际。Parrish 提醒，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要为自己留有余地，哪怕最坏的结果发生了，你也不会很惨。就好比工程师造桥，肯定会把桥的重量设计的比实际需求高一些，万一车太多了，桥也不会塌。另外一旦制定了计划，就要尽可能的坚持执行，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临时决定容易出错。Parrish 以攀登珠穆朗玛峰为例，最危险的不是爬到山顶，而是下山。好多登山队员眼看着快到顶了，决定咬咬牙登上去，结果把力气和氧气瓶耗尽了，根本回不来。Parrish 认为，登山队在半山腰很疲劳的状态下做出的决定是容易不理智的。他写道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n't making it to the top, but making it home. You can't win after all if you don't survive. 所以为了安全考虑一些登山队会提前做好决定，要是到了某个时间还没有到顶，立刻返回。对于那些害怕做出重大决策的人， Parrish 提出了先子弹后炮弹的原则。这就好比你在开船，对面来了个敌人海盗船，你的火药有限，别一股脑儿把火药都拿去发大炮，先打几颗小子弹，找准角度，再发大炮，命中率会更高。也就是说你以低成本低投入的方式先测试一下，再做决定。生活里也有这样的例子学生不知道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先去实习观察一下前辈工作的样子。想换工作可以先不辞职，先把副业搞起来。如果你想做一款产品，别急着生产，先测试一下市场反应，有需求了再去生产。我非常赞同 Parrish 的这种测试方法，很适合年轻人低成本轻资产的创业。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从小事儿做起，慢慢实现了自给自足。比方说我的一位大学学妹，她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分享自己设计的比基尼照片，吸引了一大波的潜在客户之后呢，才开始销售她的衣服，做电商。现在呢，她的服装品牌已经在北美挺有名气的了。另外一位大学同学呢，上学的时候就在脸书上联系国外的蒸馏品采购商，没想到接到了订单，然后他找学校旁边的代工厂去生产，赚到了第一笔差价。慢慢的差价多了，他就建了自己的厂子，现在已经规模化了。总之，正如 Parrish 建议的，想要降低风险决策呢，就得给自己留一些安全边际，这样呢，你既能冲上去抓住机会，又能抵抗风险。第6步，复盘决策。
把你的决策过程全部记录下来，这样你才能确保自己真的理解了整件事情。而且呢，这些记录有助于你后期复盘，看看自己的决策过程是不是需要改进。你还可以把这些记录分享给其他人，一起探讨出更好的决策方法。Congratulations！ 看到这里呢，你已经了解了《Clear Thinking》这本书的全部精髓了。Shane Parrish 不但分享了他当情报专家时的决策经验，还给出了一套系统的思考框架，让我们能够克服生物本能，养成强者思维，设定高标准，执行高质量的决策流程，让优秀的思考模式变成你的长期习惯。那么每一个平凡瞬间的选择都能成就你的未来。我特别喜欢本书开篇的一句话，和大家共勉。Every ordinary moment is an opportunity to make the future easier or harder. It all depends on whether you are thinking clearly. 如果你的英语水平在 B2 到 C1 之间，也就是词汇量4000到8000 6级或者考研英语水平，你可以读一读这本书，结构很清晰，逻辑性也很强。在我2024年读过的29本书当中，我觉得是为数不多我愿意给5星好评的书。最后呢，要是你觉得我的讲解对你有价值，别忘了点赞、收藏和转发，留言分享你的感受哦。好啦，我是爱读英文原版书的夏冰雹，咱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